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 A 今天的视频呢是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我觉得今年秋冬最不可以错过的一个面料就是麂皮。那我相信这1-2年在各大时装秀场以及博主街拍上身呢，大家不难发现麂皮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穿出秋冬韵味感的一个单品。那今天呢，主要的是想跟大家来分享3件我入手的麂皮单品，并且以它们作为中心延伸出来各式各样的穿搭灵感，希望能够帮你在这一个秋冬成为你朋友圈最会穿的人。而且还有给大家准备到了同款小礼物，不要忘记看到最后哦。那在视频开始之前，记得右下角 CC 打开字幕选项，以及我今天视频里面提到的所有产品信息、尺码建议都会整理好、标注好，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感兴趣的朋友点开more更多就可以找到啦。首先，我觉得聊到麂皮呢，不得不聊的就是我身上这种比较偏工装风、有一点谷仓风夹克的，跟麂皮这种面料的一个结合了。那我身上这一件，我当时看到它的这个宣传的 lookbook 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惊呼：哇，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一个款式吗？它整体做的呢是一个比较直筒版型的大廓型的夹克，在袖口、领口，包括左侧这边的口袋都有做到这种皮质的拼接。整个的麂皮的颜色是非常浓郁的这种热可可的一个颜色，而且呢，它的整个开合方式除了有给到这个扣子之外呢，里面还多给了一层拉链，在稍微冷的时候可以整个给它拉上来，防风效果呢会比单给到这个扣子会要好很多。虽然说它整体做的是这种直筒的设计，但设计师非常聪明的点就在于它在腰侧这一块是有给你增加到2头的这种松紧抽拉绳，可以通过调节这个抽拉绳去营造出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腰线。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在搭配的时候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那比如说啊，如果你是像我这样直接把抽拉绳拉到最紧，呈现出一个像伞状一样的上衣状态，那你下身呢就可以去搭配一些这种偏紧的，能够很好去修饰你腿部线条的牛仔裤，又或者呢是可以像我这个周末这样啊，临时被拉去爬山，但是穿着这一套确实是很有这种秋天爽秋的一个感觉。下半身去配到了一个颜色比较亮的白色的长裙，再用一双同色系的靴子去进行一个呼应，还可以呢拿它去搭配裤子。牛仔裤的话呢，就可以去选择这种直筒的。那整套的搭配重点呢，就是可以在腰间去做一个点缀，让它层次感更加丰富一点，上下衔接的呢也会更自然过渡。那这么一件好穿又百搭的夹克呢，出自于 Fabric，跟曾经任职于纪梵希、罗意威、Balenciaga 的这个设计师联名合作的一个款式。那跟市面上常见的这种比较难打理的麂皮款式不一样，这一件的话，它其实用到的是莱赛尔牛仔去做成了一个仿麂皮的效果。我觉得它这个仿麂皮做的真的是非常的高级了。如果不让我去看这个面料成分表的话呢，我是根本都不会发现。那像之前呢，有朋友就在我视频底下留言说，麂皮的单品在稍微潮湿一点的地方是非常难去打理以及保存的，很容易就是会有发霉啊，甚至氧化的情况出现。但如果呢是像这种做成了仿麂皮的款式，完全不用担心说这件麂皮会很难打理。像我那天穿着它去山上，下山了之后有碰到一点点小雨，它完全都不会湿。这个雨滴呢，就是蒙蒙的放在了这个衣服的表层，它并不会让整件衣服一瞬间就湿透了。那用这件夹克搭配出来的这2件 look 里面用到的单品，是不是大家都还蛮想听我细细拆解的？首先呢，就是这一条微喇叭牛仔裤，其实我已经偷摸摸的在前几期视频里面有穿着它了，蛮多人眼尖的就来问我说，这条这么显瘦的牛仔裤是什么牌子？那这条牛仔裤它除了腰臀比的修饰，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微微的弹力，能够让你整个上身之后显得很显瘦之外，我觉得它还有一点设计的非常之细心，就是它在裤脚这个地方其实是设计到了一个像马蹄形状的，盖住鞋面的这一部分呢是会再更长一点的，所以可以看到它整个是能够把鞋面盖出80%，只露下鞋尖尖的这个部分。那但是呢，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一般如果前后2片做的一样长的话呢，后脚跟就会有踩裤脚的风险。但是这个设计师他真的非常的聪明，后面干脆直接给它裁短一点，所以后脚跟的位置呢是刚刚好
放在地上属于不会踩到裤脚的一个长度。上身之后呢，前面的裤脚又恰如其分的盖住了我们想要盖住的鞋面，呈现出一个往前延伸的状态。后面呢又不用担心踩地板，整个的裤子呢是有做到微微的弹力的，上身的贴合程度真的不用我多说，非常的好。而且我身高1.58米，穿他们家这个 petite 的长度呢是正好的，所以如果有在找这种类型的裤子，真的一定要入手这一条，太显瘦了。那这一套里边搭配到的包包呢，是我最近一直在背的这一款。我收到手到现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应该是有1个月的时间。中间呢，我其实是背着它去了一趟迪士尼，然后也坐了飞机，还出去秋游去逛了一圈，都是带着它的。首先一个就是它的容量非常之大，它是一个中号的 Hobo 包的形状。能装很多东西，13寸的笔记本啊，然后水杯啊、雨伞、化妆包啊，甚至一些耳机充电板，通通都可以装进去，容量非常之大。它在包带的这个地方是有给到一个小扣子，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挂你的各种的挂饰。最近不是非常火，在包包上挂各种的玩偶嘛，就可以给它挂在这个上面。它在这个地方呢是做了一个磁吸口，然后里面呢还有给你做到了一个侧插兜。外面靠近身上这一部分的这一面呢，也是有给你做到一个侧插兜。那像我背着它坐飞机的时候，这一半边我就放机票啊、手机啊什么的，就是随手拿的东西都可以放。下面这个地方呢，是用到了 Fabric 他们家一个比较标志的小金豆，去做了一个很低调的 logo。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底部，因为它整个包身做的是一体的这种麂皮嘛，但是呢，它底部是有做到4个底钉的。所以呢，你这个包放在座位上，放在地上，它都会比较的有型，而且呢，它还不容易让麂皮直接接触到地板的部分，也会更耐脏一点。那这个包型其实他们之前就有出过一些个别的颜色，我一直觉得差点意思，直到他们今年秋冬出了这个乌木棕色，真的太好看了。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激动，我说这个包我一定要拿下。收到之后真的就是非常满意，是属于我今年秋冬会一直背的款式。那这款包型呢，其实是来自 Fabric 跟曾经任职于 BV 的设计师 Valeria Marcel 合作开发出来的一款包型。那这位设计师呢，他在 BV 的时候呢，就有出过这种非常响当当的作品啊，比如说云朵包呀、卡塞啊，都是他的成名之作。那整个包呢，其实是想要去致敬米兰大教堂。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包身上面的体现呢，就是一个非常利落的形状。那肩带呢是有给到6个孔去调节的，而且分成2段式，大家可以更轻易的去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一个长度。那整个包身的面料呢，用到的是这种进口头层牛皮，超细的打磨工艺，让它呈现出这种雾面的质感，会比那种亮面的版本呢更加细腻精致。摸上去的手感真的是非常的顺滑，有一种天鹅绒的这种亲肤的感觉。那像这个包的话呢，我觉得是属于今年秋冬，如果你只能入手一个包，可以满足一切日常生活场景需求的，并且能够搭配99%衣橱里面的秋冬 look 的包包，这一款一定是首选。那看我视频一段时间的朋友，一定对 Fabric 这个品牌不陌生了。它其实是一家专门和全球优秀的设计师合作设计限量的单品。那这些设计师呢，都有非常深厚的背景，很多都是在像 LV 啊、爱马仕、Chanel 这种品牌工作过的。你只需要用几乎1/10的价格就可以去买到这些大牌设计师的作品，每一件单品呢都是这种质量、设计、细节都非常在线的。这些单品呢基本上都是限量的，比如说我去年有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件这种短版的皮衣夹克。很多人今年看到之后觉得哇好好看啊，但是他们就已经是买不到了，所以如果有喜欢的呢，就一定要尽早的去下手。Fabric 他们最近呢也开通了港澳台的寄送服务，只需要在官网的右上角去切换到你所在的地区就可以进行购买了。那我的这个专属折扣码呢，是各个站点都可以使用的，搭配这套超级显瘦的马蹄裤，我还给大家提供到另一个思路，就是不妨可以用这种小香风的马甲。
去给它做一个风格上的碰撞。那像这件小香风的马甲呢，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就有给大家做出一个不一样的搭配，它其实是可以去呈现出一个比较日式千金氛围感的一个穿法，就是下面去配上这种8分的阔腿裤，再去戴上爆头帽，整体是不是就有那种很干净利落的日本都市丽人的一个感觉？如果你想要让它往更酷帅的方向走呢，就可以像我这样去配上这条马蹄裤。这一件的话，我当时也是属于一眼相中，一定要入的款式。到手了之后才发现它真的细节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个 Alex 呢，它其实是在香奈儿的高定组工作过非常多年，所以说拿到手之后你是能够感受到它整个的这种香奈儿的精神都在里面的这一件单品。整个用到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丝带造型，毛边的流苏可以呈现出这种点睛的灵动意蕴。那像这个圆领呢，我觉得就非常适合去叠搭半高领的内搭，又或者是衬衫。马甲的版型其实可以敞开来穿，也可以像我这样给它系一个腰带，更好的去强调整个的腰臀比。那面料可以看到是非常经典的粗花呢，用多种纱线编织而成的，肌理呢粗粝丰盈，层次交织融合的非常好。在面料里面呢，它也是有添加到适量的羊毛，所以呢可以来呈现出这种比较蓬松温暖的秋冬质感。那这个颜色呢，也是属于非常好搭配的颜色，不管是去跟咖啡色的内搭，或黑色的，又或者是米色、香槟色这一类色系呢，它都是能够轻松驾驭的。那说回来，这一件麂皮外套的第二种搭配，就是拿它去跟这种直筒的牛仔裤，再加上一个中间的腰围，去做一个不一样的风格感的变化。那用到的这一条米白色的带分割线的超级显瘦的直筒牛仔裤，其实是 Fabric 跟曾经在 Balenciaga 工作过的设计师大为合作出品的一个款式，选择入手了2个颜色，一个是我现在上身的这一条白色配米色，还有一个呢就是经典的浅牛仔配上深牛仔。这一条的话呢，它其实是利用到了人类的一个视觉错感哈，让浅色的留在中间，深色的放在侧面，自然而然的视线呢就会向中间缩，很容易去营造出你的腿是一个很细的错觉。再加上它整体的版型做的比较直筒，而且牛仔的这个上身的布料呢是带一点微弹的，所以呢穿上去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是属于梨形身材也非常好驾驭的一款直筒牛仔裤。那像这种白色的直筒牛仔裤，再去加上一个白色的内搭，如果直接穿上这件外套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会稍微显得有一点无聊。我就在腰间去给它系上了一件这种罩衫，利用这件罩衫去呈现一个像三角巾一样的作用。那今年呢也有一个流行趋势，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比较放心大胆去尝试的，就是这种在腰间用不管是三角巾啊、丝巾啊，或者是像我这样用一个罩衫开衫的感觉，去给它系出来一个不规则的裙摆，让整个的衣服上下有一个非常好的过渡。那之所以选择用这件罩衫，主要的就是因为它非常的薄，系在腰间不会有太多的厚重感。而且呢，这个罩衫呢，它非常厉害的点是在于它有很多种穿搭的可能性。那第一个办法就是像这样，就给它系在腰间。如果怕它掉的话呢，可以学我这样哈，直接把这个罩衫的袖子穿过我们这个牛仔裤的裤腰畔这个地方，它就能够非常好的去固定住。那当然，这个罩衫如果你正儿八经的给它穿在身上，它其实是前后两穿的。如果是正面的话呢，就是一个圆领的造型。那大家可以通过去解开它这个扣子的多少，去呈现出可以一半若肩，当然也是可以给它呈现出一个一字肩的状态，又或者是给它调转过来，变成一个 V 领的形状。那同样的呢，也是可以把扣子全部解开，变成一个开衫的状态搭在身上，都是可以的。总之就是非常多的可能性，整个的质感非常的亲肤，单穿它都不会有任何扎的问题。那面料的话呢，其实是选的这种含有羊绒的细织纱线，并且呢以3醋酸为主，所以呢整个的质感摸上去就非常的舒适爽滑。那像这种罩衫的话，它当然也可以去配白色的半裙啊，或者是去配其他这种棕色、同色系的单品，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除了我身上这一件仿麂皮的外套呢，还有另外一件真的是非常好看的，也是这种仿麂皮的面料做成的飞行员夹克外套。那下一期的视频会跟大家来盘一盘今年秋冬比较火的几种外套的类型，以及怎么去搭配。
那当中呢就有一个款式就是这种飞行员夹克外套。这一件的话呢，当时我就是觉得它这个酒红色调得非常的特别，基本上市面上我们能够看到的麂皮的单品都是像这种咖色比较多，或者是浅咖色会比较的经常见到，像这种酒红色、勃艮第这种颜色呢就比较的少。但是今年秋冬又说回来了，流行颜色当中呢就有这个酒红色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它算是把整个的流行趋势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单品。那它其实是出自于 Fabric 与设计师 Rebecca Bach 合作联名设计的这一整个牛仔系列的其中一个单品。整个的面料其实是用到了这种仿麂皮绒的，色彩非常浓郁，表面的绒感非常的细腻啊。近看的话呢，是能够很明显的跟领子上的那个黑色做一个区分。远看的话，包括甚至照片上面呢，它可能会让它更接近于一件深色的外套，所以在搭配的便利程度上来讲呢，它也是能够拿捏的很好的。两侧呢有一个插兜，后背的下摆部分呢用到的是弹力设计，整个衣服拉链拉起来的时候呢，弧度会很好看。那像这一件的话呢，我给它搭配的是出自于同一个设计师之手的这一条勃艮第的牛仔裤。那像今年秋冬，其实弯刀裤是一个非常火的趋势，很多品牌都有出过，我也是试了非常多种不一样的款式。那我敢打包票哈，最显瘦的绝对就是我身上这一条。我记得那一天我穿着这条弯刀裤出门，我老公看到了之后突然就说：“哎，你最近瘦了这么多的吗？”后面一想，哎，其实好像应该也不是，就是这条弯刀裤真的非常的显瘦。首先是我觉得它整个的裤管给的量非常的刚好，做了一点点弯刀的括弧的同时，你又能够很清晰的看见腿中间的这个余量，并且呢，你在走路起来的时候，你是能够感受到这个腿是很细的，在这个裤里面晃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它一整个连上来的这种连腰设计，会让整个的小肚子到臀胯中间这一块的过渡非常的顺畅。即便你去配一些稍微短一点的单品的时候呢，它依旧是能够穿出来很利落的感觉，不会让你整个人腰腹这块显得很膨胀。特别是像我这种小肚子都比较明显的人，它都能够修饰的这么好了。裤脚呢是有微微的往里头收的，裤长给的也是非常的刚好。我穿平底鞋，它是能够很自然的有落在这个鞋背上面的感觉。我觉得这一期我挑的裤子都非常非常的好穿，绝对是小个子们可以闭眼入的款式，显瘦又高级的那种。那像这件夹克的话，它当然也可以去跟牛仔裤单品去进行搭配。秘诀呢，还是用到了一条丝巾做一个上下的衔接。那像丝巾这一类的单品，它真的就是从夏天让我一直用到秋天、春天，我觉得都是可以用的，是属于非常好搭配的。那比如说像我现在脖子这一块空空的，是不是我也可以用一个丝巾去给它做一个颜色上面的点缀，层次感呢会更丰富一点。直筒的牛仔裤就是刚刚白色的这一条拼接牛仔裤的另一个颜色的版本，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好穿？这个裤型巨显瘦，会让你整个的小腹显得很平，包括屁股后面的整个弧度，我觉得是做得很好。侧面看是不是薄薄的一片，然后又能够让你整个屁股显得很翘。那里面内搭的这件灰色毛衣呢，其实是来自于 Fabric Essential 系列里面的一件绵羊毛的这种角花的 polo 毛衣款。其实这种 polo 毛衣款呢，可能是因为它面料包括整个版型的设计呢，都会让整个的衣服看起来会有一点膨胀。特别是 Polo Ralph Lauren 他们家的单品呢，真的就是没有瘦到成纸片人，就很容易会一穿上身就显得非常的胖。但这一件的话，大家看我这个直接上身的一个效果，真的就是显得整个人非常的细。首先一个就是它整个面料用的比较的有垂直感，比较的薄，可以是这种同价位的里面，我觉得能够最显瘦、最垂直感的一个面料款式了。100%的绵羊毛的纱线是来自于澳洲的美丽奴羊毛，触感非常的柔软，而且很亲肤透气。那 Essential 系列的单品呢，比起他们家跟设计师联名开发的呢，价格会再更低一点，我觉得也是属于非常好的性价比之选，拿它去选择一些比较基础的款式，然后想要面料好的，就可以去 Essential 系列里面去看一看。那除此之外，他们 Essential 系列呢，我还入手了这一件粉色的开衫。那整体设计的是一个偏短款的形状，后面呢是这种披肩式的海军领设计。那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中层一件完整的毛衣来穿，当然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件开衫，就直接罩在外面也是没有问题的。
本来我以为像这种整个蓬感比较足的毛衣呢，可能会有这种比较扎的风险在，没想到到手之后发现它是属于这种单穿都一点都不扎的，很柔软的一个质地。用到的是这种绵羊毛，然后里边近看的话，其实是有3种临近的颜色交织而成出来的这种复古风格感的毛衣开衫。整个毛衣的这个辫子纱肌里呢，就会像意式冰淇淋上的这种彩色糖果条。非常的灵动可爱，拿它去搭配一些裙子，甚至是也可以拿它去跟之前提到的这一条牛仔色的裤子去进行搭配，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属于是软糯又好穿的一个选择。另外呢，我这次还在 Fabric 入手的这一套法兰绒格子衬衫的一整套套装，它其实是衬衫跟裙子分开卖。那这套呢，出自于 Fabric 跟现任 CK 的女装设计师 Mariana 合作的，整个的面料用到的是日本进口的纯棉革法兰绒，这个布面呢是有这种微微的毛感，触感非常柔软的舒适。细看的话呢，是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这种绿棕格子的一个拼接，在领口这个地方是有做到一圈这种同色系的皮质拼接的。而且它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衬衫的扣子的排列跟我们平常看见的这种等距扣子排列方法不一样，它是两组合做成了一个非常的有点睛之笔感觉的扣子变化。那裙子的话呢，是一个偏高腰的款式，在腰间呢有做了一点点小褶皱，下摆是打开的，所以走动的时候呢，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束缚感。那跟裙子来的时候呢，是有这种配套的一个非常细的小皮带。这个皮带的话呢，可以像我现在这样，里面内搭白色的打底，然后把皮带系在外面，把这个衬衫当成一个外套的状态来。又或者是可以跟我上期视频那样，把这个衬衫呢当成一件上衣，用这个腰带呢来凸显一下上下身材的一个比例，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再去叠加别的外套，又是成立的呢？那如果你觉得搭配这个衬衫一整套显得有点无聊的话呢，不妨可以把它换成这种今年也是非常火的短款风衣进行一个搭配。那我搭配的这件风衣呢，其实是出自于曾任职于 Marni、纪梵希、Balenciaga 的资深设计师之手。他非常擅长用大胆的色彩去融合复古和现代的工艺。这里呢有个小细节，就是这个短款风衣的领口拼接处呢，其实它这个小格纹正好能够跟我们这一件法兰绒裙子去做一个呼应。那整件短款风衣呢，是具备了我们日常看见的一个风衣该有的一些个元素，比如说这个大翻领啊、肩章啊，还有袖型啊。包括后面的这个斗篷，它都是有做到的，用的是高织高密的这种棉质，防风的同时呢，又非常舒适的透气，挺阔感非常的好。随这件风衣来的时候，还有一条腰带。那如果你还是觉得要上下强调一下比例的话，也是可以把腰带系上。如果想像我一样走一个比较慵懒松弛的感觉呢，就可以直接这样敞开来穿。那短款的风衣的好处，自然不用我多说了。小个子穿它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说是压身高的问题。当然，它也可以去配这种牛仔裤啊，又或者是这种有一点弯刀阔腿裤的这种牛仔版型的裤子。那好，以上就是今天这期视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我觉得今年秋冬可以非常好穿的。有很好打理又非常放心的一些麂皮的单品，包括给大家搭配出了各种不一样的 look。那每一个单品呢，都是有多种不同的呈现方式，你最喜欢哪一套呢？不要忘记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那今天的视频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呢，就是 Fabric 的同款啦。如果你想参与这一次送礼物的这个活动的话呢，那只要评论点赞这条视频，并且关注我的频道，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抽出1位小伙伴来送同款啦。那更多的信息，包括他们官网的这一些个什么会员福利呀，以及我的专属折扣码，都会整理好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再一次感谢你的收看，我是 A，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